7月13号 Uber 把它的会员方案调涨，月费从120涨到199，年费从1200涨到1990，涨幅5%。一般来说，一个服务涨价5%应该会掉一票用户，但业者说到目前为止退订的数量有限。而就在3天之后，7月16号 Uber 宣布用148亿美元买下 Foodpanda 的母公司 Delivery Hero， 交易完成后，它的版图会从大约49个市场伸张到99个。一边是涨价没人走，一边是把最大的对手买下来，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，其实在讲同一件事。今天我们就从你手机里那个外送 App 出发，聊聊定价权是怎么来的。欢迎来到餐饮之外。从一份餐点、一杯饮料出发，我们聊产业，聊时事，聊 AI 怎么改写这个世界。先看餐饮这一层，对一家店来说，外送平台其实同时是两种身份。第一，它是通路，帮你把店开到方圆几公里之外，带来你原本接触不到的客人。第二，它是房东，每一笔订单都要付出一定比例的佣金。过去这几年，很多店慢慢发现一件事，一旦外送订单占营收的比重变高，店就会开始离不开，因为关掉平台不只是少一个通路，而是直接少掉一整块已经习惯了的营业额。而只要有2家以上的平台在抢市场，店家至少还有一点空间，可以比较条件，可以只上其中一家，可以拿另一家的方案去谈。这种空间不大，但它是存在的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只是抽成几趴，而是当你想谈的时候，对面还剩几家可以谈。如果你也喜欢从一份餐点看懂背后的整个产业，记得订阅餐饮之外，我们每天都有新影片陪你把这些现象一个一个聊清楚。如果我们把视角拉远，就会看到那个经济学上的关键词定价权。定价权的白话意思是，一家公司可以在不太流失客人的前提下，把价格往上调，而它通常来自2个东西。第一个是市场集中度，市场上还剩几个玩家，玩家越少，消费者和商家能跑去的地方就越少。这也是为什么各国的竞争主管机关会特别紧盯同业之间的收购。事实上，台湾就发生过。Uber 上一次想买下 Foodpanda 的台湾业务，在2024年底到2025年初被公平会驳回，理由正是2家原本就是市场上的主要竞争者，合并后市场集中度会过高，削弱竞争。Uber 后来在2025年3月放弃。而这一次，台湾的 Foodpanda 业务并不在 Uber 凯下 Delivery Hero 的范围内，它在今年3月已经由另一家平台 Grab 宣布以6亿美元收购，目前同样还在公平会审查。第二个是换掉的成本，这比较不容易被看见，但常常更关键。你的常用地址、付款方式、优惠券、累积的点数，还有那份我知道这家几点会出餐的亲切感，都让你懒得换。会员制更是把这件事放大。当你已经先付了年费，你会更倾向继续用它，而不是重新去适应另一个 App。把这2件事放在一起，就能解释开头那个现象，涨6%，退订却有限。这不代表大家觉得涨得合理，而是说明换掉它的成本对很多人来说，比多付的那几百块更高。不过这里也要公平地说，这次涨价的同时，平台也把会员优惠往上加，例如搭乘点数的优惠比例提高，而且它的价格从2022年以来确实没调过。所以涨价本身不必然等于不合理，但它确实需要用户不会轻易离开这个前提才敢调。好，把这个道理带回店里。平台的整并对一家店最直接的影响，不是明天佣金就会涨，而是谈判的桌子上少了一个位子。当市场上的选项变少，店家能拿来当筹码的东西就变少，而平台在调整费率、广告方案、排序规矩的时候，店家可以说不的空间也会跟着变小。这是市场结构的结果，不是谁特别坏。所以这几年你会看到体质比较好的店都在做同一件事，降低对单一通路的依赖，经营自己的常客名单，把外带自取做顺，用官方 LINE 或自己的订餐页面接单，把最有利润的品项留给自有通路。不是要跟平台翻脸，而是让上面那一格不再是唯一的活路。这里可以再具体一点，同样是100块的订单，走平台和走自取，对店家其实是2张完全不同的损益表。走平台要扣佣金，可能还要吃广告曝光的费用，而且客人是谁、住哪里、多久回访一次，资料大多留在平台那边。走自取或自有通路，虽然要自己想办法把人找来，但利润留得住，客人也真的变成你的客人。
所以那些撑得比较久的店，常常不是抽成谈得最漂亮的，而是很早就开始养自己的名单，让熟客知道怎么直接找到你，让外带自取变得跟外送一样方便，把最有辨识度的品项留在自己的通路上，平台照用，但不把命交出去。因为对餐厅来说，最贵的成本从来不是佣金的数字本身，而是当你只剩一个通路可以走的时候，那个通路说什么，你都只能接受。所以回到最开始那2则新闻，涨价65%却没什么人退，和一场148亿美元的收购其实是同一个故事的两面，一个是定价权的结果，一个是定价权的来源。那我们就想问问看影片的你，上一次外送平台涨价的时候，你有认真想过要换掉它吗？如果没有，是因为它真的比较好用，还是因为你已经懒得换了？而如果你是开店的人，你的订单里有多少比例是只能靠平台的？我们是餐饮之外。如果你喜欢这次的主题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集见。